我做了裴彻3年的地下情人。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和他领了证，可婚礼当天，他却抛下我，去找他的白月光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喜欢裴彻的时候，裴彻不喜欢我；我不喜欢裴彻的时候，裴彻说他爱上我了。就比如现在，他像条狗一样跪在地上，求我原谅他，求我回到他身边。裴彻，你知道你现在有多贱吗？我抱手靠在门边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跪在地上，一步一步地朝我身边挪。我错了，许七，你别不要我。他伸过手来，想要抱住我的腿，我嫌弃地侧身躲开了。下贱，裴彻，你现在的样子真下贱。下贱这个词是以前裴彻总是用来形容我的，甚至于从他朋友的嘴里说出我的名字时，也常伴着下贱等不堪的字眼。高中3年，我暗恋裴彻3年，裴彻不知道；大学4年，我暗恋裴彻4年，裴彻还是不知道。工作后，我自荐枕席，成了裴彻的地下情人。裴彻知道我喜欢他了，只是他从来不把我的喜欢放在眼里，又或者说，像他这样的人从来不缺喜欢，所以才会任由自己的朋友调侃我、轻蔑我。更是在和我领证后，婚礼当天抛下我一个人去找他的白月光。我不是第一次被裴彻丢下了，但那天格外难堪。一个人站在台上尴尬无助的时候，我想我再也不要原谅裴彻了。可处理完一切杂事，回到我们的婚房，看到满墙的喜字，我又想着算了，再原谅他一次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。我总是想着，毕竟结婚是他主动提的，他总会收心的，总会看到我的好的。可是我错了，白月光是永远自带光环的。温煦什么都不用做，他只要站在那儿，裴彻就爱他。那晚，我像往常一样做好他喜欢的饭菜，窝在沙发上等他回家，一直到凌晨2点，没能等到他的身影。倒是刷到了一条他朋友发的动态，配图是他坐在温煦身旁，含情脉脉地偷看他。文案写的是希望裴哥得偿所愿，和嫂子天长地久。是的，他们眼中的嫂子并不是我这个和裴彻领了证的女人，而是温煦。我没有哭也没有闹，只是一个人吃着凉掉的饭菜，脑海里不断浮现他朋友发的那句文案。什么天长地久呢？我突然有些恶毒地想，是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吧。自从婚礼上裴彻无故消失后，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都没有再见过裴彻。他不联系我，我也因为心底的懦弱和不安，不敢主动去联系他。温煦回来了，我总觉得我们再见面，裴彻就要提离婚了。哟，裴哥，瞧那是谁？那不是许七吗？他怎么还来这种地方啊？可是我没想到，再次见面会是在夜晚的娱乐场所。我在陪客户喝酒，低声下气地哄客户开心，而裴彻和他的朋友就坐在不远处，看我的眼中满是嫌弃。看见裴彻的那一瞬间，我只有满心的难堪。我和裴彻永远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他可以任性玩乐的时候，我必须为了未来奔波。他做事可以无所顾忌，不看任何人脸色，可我不行。我从小就是看别人脸色长大的。许经理，发什么呆呢？来来来，继续喝。裴彻没打算和我这个妻子打招呼，我想他大概又觉得我丢他的脸了，所以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我装作无所谓的回了头，接过客户手中的酒，一饮而尽。刘总，我再敬您一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身边几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喝醉了，开始对我动手动脚。我游刃有余的一边躲着咸猪手，
一边又不自觉地用余光看向他在的地方。我以为裴彻至少会过来帮帮我，毕竟我是他的妻子。可是他没有，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是神色匆忙地从人群中站起，走了出去。不多会儿，就从外面接进来一个女人。那女人一身白裙，规规矩矩，干干净净，和这个肮脏的地方格格不入，和我的紧身包臀裙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几乎是一眼我就知道她是谁了，是裴彻的手机壁纸，是裴彻的银行卡密码，是裴彻戒指上的字母，是裴彻每晚的梦男。她是温珣。温珣很漂亮，温温柔柔的，身上总是有股岁月静好的安宁感。她一坐下，裴彻那些原本没个正形的朋友纷纷都拘谨了起来，一个个都乖巧地叫着嫂子。他们都知道裴彻有多重视温珣，所以从来不曾轻看他。我好像有点喝醉了，只知道他们在开心地聊天，但后来却是一个字也没听清。我很难过，所以连身边的那些咸猪手都懒得应付了。裴彻总说我是个不自爱的人，我想或许真的是这样吧。后来听说温珣不喜欢这里的烟酒味，所以裴彻抱着他离开了。那晚过后，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裴彻的关系了。我想，我年少时炙热的爱意不应该是这样收场的。可我和他始终是到了更难堪的地步。我怀孕了，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瞬间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孩子留不住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温珣回来了，裴彻是不会要这个孩子的。我的理智告诉我，我应该打掉这个孩子，然后利用裴彻的愧疚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，而不是等着裴彻跑到我面前，厌恶地看着我，然后冷漠地要我打掉这个孩子。我一向是个识趣的人，让裴彻不开心的事我都不会去做。可现在我犹豫了，我想要这个孩子，只因为他是我和裴彻的孩子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留得住的亲人。我是个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，我的父母是有着传统落后思想的普通人。外人常夸我的名字好听，只有我自己知道许七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只是因为我前面有6个姐姐。许七的七并没有寄予父母美好的祝福，而是包裹着传统思想的重男轻女。因为是女孩，所以他们不愿意花心思去取名字。我是他们的第7个女儿，所以我叫许七。事实上，我并没有见过我前面那6个姐姐，只因为她们或是被送人，或是被丢弃了。我没有生在封建时代的缠足，却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招娣。10岁那年，并不爱我的父亲被村民嘲讽没有儿子，于是他喝醉了酒，和人拼命，最终坐了大牢。他被警察带走的第5天，我那被他打了半辈子的妈妈带着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改嫁了，只我一个人留在混乱破烂的居民楼里，从此变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。靠着政府的帮助进了学校，早上就在学校周围捡瓶子，下午帮学校周围的面店洗碗、打扫卫生，获取3块钱的报酬。夏天，我看着同学们吃着5毛钱一根的冰棍，在小卖部前站了好久，也没舍得买。冬天，我穿着单薄的衣裳，手脚都长满了冻疮。我会被不懂事的小孩笑话，也会被高年级的孩子欺负，但我从来不会哭，因为我知道哭是没有用的。后来，我努力读书，每年都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奖学金。再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我们省最好的大学。我以为考上大学了，毕业后就能找一个很好的工作，我可以摆脱我不幸福的前半生。可我又错了。一个长相优越却毫无背景的女孩子，其实是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的。我无法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抱负，
即便读了很多书，也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。所以工作的第1年，我自荐枕席，成为了裴彻的地下情人。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爱惨了裴彻，非他不可，包括裴彻也这么觉得。其实不是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除了喜欢他，我还看上了他有钱有权的身份。他那跨越阶级地位的身份，可以让我不再被那些油腻的老男人威逼利诱，也可以让我不再被别人欺负了之后，只能选择忍气吞声。毋庸置疑，我是爱裴彻的，只是我的出生和经历导致了我的爱注定不会有多纯粹。我一直都知道我有性格缺陷，我自卑、怯懦，没有安全感，偏执，甚至是不自爱。我身上有尖利的爪牙和细刺，可我接受我所有的不完美。我没有打掉这个孩子，我太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了。我想，我可以找机会和裴彻好好谈谈的，毕竟结婚是他主动提的，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呢。可是没有了，我愚蠢的幻想再次被打破了。尽管我从来不被上流圈子里的人承认是裴太太，可我和裴彻已经领证结婚的事却是众所周知的。没过多久，裴彻和温煦拥吻的照片被对家拍到并爆出，温煦瞬间陷入了第三者的舆论。商场如战场，或许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吧，所以这件事传播得很快，甚至有人添油加醋，火上浇油，让这件事变得更加棘手。温煦瞬间从白月光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正在医院做产检，裴彻和温煦被骂得很惨，我被大家所同情，可我却半点都开心不起来，反而是有种强烈的不安感。1个小时后，我终于知道了这种不安感是从何而来。温煦要跳楼了，这个消息是裴彻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。接到电话后，我听到的第1句话就是嫂子因为舆论要跳楼了，裴哥让你赶紧滚过来解释。听到这句话后，我愣在原地，久久没有反应过来，我说不出话。电话那边却一直有声音传出，大意就是如果温煦今天出事了，那么裴彻不会放过我。可是关我什么事呢？我这么想着，身体却是不争气地跑出医院。我知道裴彻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，他从来没有爱过我，自然不会对我手下留情。尽管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可他还是会为了温煦迁怒我。我在他眼里，或许连个人都算不上。温煦，你下来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下来。30层高的楼顶，温煦就这么站在边缘处，风吹起她白色的裙角，有种随时要掉下去的破碎感。裴彻和一堆救援人员怕刺激到他，只能站得远远的，不敢上前一步。看到我的那一瞬，裴彻像是看见了救星，发颤的手紧紧扣住我的手腕，不由分说地拉着我站到了媒体扛着的相机前。他才是第三者，他才是介入我和温煦的第三者。温煦从来都没有错，错的是他。他还说是他趁我喝醉介入了我和温煦之间的感情，我才不得不和他结婚的。从始至终，我和温煦才是真心相爱的。在场的媒体和吃瓜群众都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他们并不关心事情的真相，只是拿着相机狂拍，好抢占1个小时后的新闻头条。扣着我手腕的那只手很烫，但我却觉得浑身冰凉。我很难过，却又有些想笑。我从来不知道，原来一向高冷的裴彻演技也可以这么好。为了替温煦证明，而不得不瞎扯出这堪比小说的剧情。你快告诉他们，煦不是第三者，你才是。说裴彻真的很爱温煦，也是真的很担心温煦。
所以不管是看我的眼神，还是冲我说话的语气，都充满了威胁。我知道，就算我不说，他也会用其他方式逼我妥协。裴彻真的很，许七，你过来。可就在他逼我的时候，温寻却突然叫了我的名字，他让我过去。他说他有话和我说。然后裴彻放开了我的手，让我过去之前还不忘威胁我要保证温寻的平安。我走近后，温寻站在那随时都会被吹下去的边缘处，哭着和我道歉。他说他不知道裴彻已经和我结婚了，他以为裴彻独自等了他很久很久，他无意介入我们的婚姻。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起来内疚到只差给我跪下了。我心里没什么波澜，却也并不意外他不知道我和裴彻结婚这件事。我也不会认为他是在说谎，因为我能猜到，大概是裴彻和他的朋友都在有意瞒着温寻裴彻已婚这件事。毕竟裴彻不可能放下他。温寻说他很抱歉，其实我也没有任何立场去指责他，只因为在裴彻身边待了1年多的时间后，我发现裴彻一开始之所以会让我留在他身边，不过是因为我长得和温寻有5分相似，以至于后来为了讨裴彻欢心，我还各种去模仿他，很长一段时间都变得不像自己。许七，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对比温寻的坦荡，我更像一个小人。我在原地站了很久，却始终没办法说出原谅他这几个字。她很漂亮，她温柔大方，善解人意，她其实一点也不可恨。可就是因为她不可恨，才显得我更加的可悲。因为我曾经羡慕她，嫉妒她，甚至在婚礼现场，因为裴彻为了她而抛下我时去恨她。其实我该恨的是裴彻才对。现场的人越来越多，指责声越来越大。温寻是个脸皮薄的人，他似乎是受不了了，抹了一把眼泪就要往下跳。那一刻，我心跳都漏了一拍，只凭着本能上前一步，死死地拽住了他。我没脸活下去了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眼看裴彻他们就要跑过来了，他更加羞愧，着急着要挣脱住我的手。我不在乎他会不会死，可他要是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会被裴彻千刀万剐。温寻，你知道如果你死了，我会遭到裴彻怎样的报复吗？他会认为是我逼死了你，他会把我千刀万剐。我爱了裴彻整整10年，可我却不得不承认他对我没有丝毫感情这件事。温寻很讶异，我的声音也越发虚弱。你可以寻死，可我想好好活着。温寻最终被救下来了。没过多久，他跳楼的视频就在圈内疯传。裴彻借着这个机会发了一篇长帖，大意就是说，他和温寻从来就没有分开过，而我才是破坏他们感情的第三者。加上他身边那些朋友对我若有似无的贬低与暗示，很快舆论压力就指向了我，网上对我的骂声和诅咒声持续了很久，热度完全没有往下减的意思。更甚至，紧接着就有传言说，温寻之所以跳楼，是被我逼的。吃瓜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往往容易被一边倒的舆论牵着鼻子走，大家总是会更同情弱者的。因为温寻被逼得要跳楼了，所以他看起来更可怜，心疼他的人多了，讨厌我的人也就同比例增多了。所以即便我已经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了，却也还是在去医院检查的路上和那些愤恨小三的人起了争执。他们骂我不要脸，骂我狐狸精，最后失手推了我一把。好巧不巧，我的身后就是一小段楼梯。滚下楼梯的时候，我想孩子怕是留不住了。我突然开始害怕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抛下那样。
我好像永远都没办法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甚至不配有亲人。许七把孩子打了，孩子没事，可裴彻作为我唯一的家属，在我昏迷的时候被通知来到了医院，他知道我怀孕了。在我醒来后，第一句话就是让我把孩子打掉。我甚至还来不及庆幸孩子没事，就被他泼了一盆冷水。这是我第一次后悔自己那时候不懂事，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他。许七，我和寻寻已经发生关系了，我要对他负责。这个孩子你不能留，其他的我会尽量补偿你。他说他和温寻已经发生关系了。那一刻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突然就觉得，其实裴彻和普通男人没什么不一样，他身上没有淡淡的光了，他也不是我糟糕生活里的救世主，他甚至比普通的男人更加可恶。其实我很喜欢裴彻的，但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不想要他了。他说他要对温寻负责，我倒是想问问他，那么我这个孕妇又算什么呢？许七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怎么选择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。他好像很怕我死缠烂打，所以拿着离婚协议书的手往前递了又递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才罕见地从他眼里看到了几丝愧疚。我觉得挺稀罕的，原来裴彻也会对我感到愧疚吗？裴彻，你说你要对温寻负责，那你有想过我的处境吗？你在媒体面前说我是小三的时候，在网上将舆论全部指向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哪怕一点点为我考虑过？那天我问出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瞳孔心虚地闪了闪。后来我利落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答应了他的一切赔偿，从始至终都没有对他死缠烂打。他好像很惊讶于我为什么没有哭着求他留下，为什么上一秒还非他不可，下一秒就面无表情了。其实是因为我不爱他了。我以前总觉得要放下裴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可当真正离开那天，我才发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。真正要放下，其实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流产后，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出院那天下了大雨，我竟然又看见了温寻，他手里拿着一份检查报告，而裴彻拿着伞下车，一步步朝他走近。一靠近，温寻就小鸟依人地扑进了他怀里，裴彻更是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。裴彻，下了那么大的雨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今天好冷啊，真恩爱呀。我想，哪怕不爱裴彻了，我也难免会在心里觉得自己很失败。裴彻对我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，毕竟我在他这棵树上吊死了整整10年的时间。不过好在没有以前那种心痛的感觉了，或许是麻木了吧。我想，我不想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可站在医院门外的只有寥寥几人，我的存在还是太显眼了。裴彻最先发现我的存在，我见他望向了我，然后有些不自然地移开了视线。紧接着温寻也发现我的存在了，他明显愣了愣，然后挪动了脚步，想要朝我走来。我垂下眼眸，不再在原地停留，淋着雨走出了医院。打的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到了，可我不想在这里等了。我突然想到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好像我没有哪一次见到裴彻是不狼狈的。就好像高一的时候，我和他第一次见面，是我被污蔑偷了同学的钱，而他恰好在现场，知道不是我拿的，顺口帮我澄清了。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在指责我，就连老师也是一脸嫌弃无奈的样子，只有裴彻帮我说话了。尽管后面我才知道，他是因为嫌弃班里同学太吵了，才顺口帮我澄清。可我还是记了好久他的好，因为没有人对我好过。工作的第1年，我毕业后再次见到裴彻，
是在一条混乱的老街上，那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。我妈妈改嫁后生了个儿子，生出来就有遗传病，为了给那个孩子治病，她借了很多钱，还不上的时候，就会让那些催债的来找我。那晚，我被他们堵在墙角，威胁恐吓，就快要跑不掉的时候，也是路过的裴彻救了我。也是到后面我才知道，那年是温寻刚离开他不久，而他愿意救我，不过是察觉我和温寻有几分相似，带着对温寻的埋怨不甘以及抱怨的心情，把我留在了身边。现在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而我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。不过裴彻给我的赔偿挺多的，是我在底层挣扎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。我好像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毕竟我拿着这些钱，再利用一下从他身边得到的人脉资源，阶层跨越对我来说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了。回到家后没几天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温寻的信，信里无非就是一些道歉的话。他说对不起，他说他知道和裴彻在一起其实是间接的伤害到了我，可是他太爱裴彻了，他下不了决心离开他。我转身就将那封信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想，爱就爱呗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裴彻是我自己死心塌地要贴上去的，或许是太年轻了，身上总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愚蠢。输了就输了，我认。我离开那天，裴彻抱着他的白月光，一脸的得偿所愿。我离开的第二天，裴彻高调地和他的白月光订婚了，满城皆知。我离开的第1个月，裴彻和他的白月光结婚了，那是我偷偷盼了10年也没盼来的一天。我离开的第2个月，裴彻带着他的妻子满世界度蜜月，恩爱程度羡煞旁人。那我呢？我拿着那笔赔偿巨款满世界潇洒，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以前是我目光太过狭隘了。只要有钱，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呢？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只要价钱出得够高，就没有得不到的男人。在外游荡了半年后，我又回国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大计。以前因为资金、人脉等问题无法完成的抱负，在今天都不是问题。我从来都不是裴彻身边的金丝雀，我有学历，有头脑，有野心。即便是自甘下贱做裴彻情人的那几年，我也在努力的工作。在工作能力上面，我不比裴彻差，我差的只是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。7月份的时候，我遇见了一个对我死缠烂打的男人，他叫江旭言。和他的第1次见面，是我在酒吧里喝得烂醉，迷迷糊糊间将他当做了男模。多少钱一晚？那晚我记得自己是这样说的。他从我身边路过，猛地被拉住手臂，显然有些惊讶，以至于忘记反驳我的话，神色古怪。清高什么？我有钱。他不回答。我也借着酒疯不依不饶，眼前的人许久没有反应，我越发过分，手往中间滑，摸到了他结实的腹肌，然后他耳朵红了，直到他的朋友上前，礼貌地将我的手拿开。这位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我朋友，不是这个酒吧的男模。我是醉了，但也不是醉得理智全无，只轻轻吃了声，说了句没意思，就摇摇晃晃站起来，往酒吧外走去。后来，江旭言跟着我一起出去了。他说晚上太危险，我一个喝醉酒的女孩子太不安全，所以他把我送去了酒店，一个人守了我1夜，什么也没做。后来我问他，为什么要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那么好？为什么要担心我的安危？他说他对我一见钟情。但我不信，因为我坚信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，更何况我自认为自己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。那晚的我更像一个放荡形骸、不老实、不本分的坏女人，所以我一遍又一遍不耐烦地拒绝他。
他一步又一步坚定地朝着我靠近，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。几乎每一天，我都要重复地对他坦白我所有难堪的过去。我说我的缺点很多，我说我有性格缺陷，我说我的过去很不堪。我每重复一次，他就会小心翼翼上前一步，说他不在乎。不在乎什么？我结过婚，留过一个孩子，你也不在乎？有头有脸的人家有多在乎面子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我的身份就已经够这些人私底下嫌弃好久了，更何况是我流过产的身体。是不在乎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你为什么要贬低自己？他垂眸看我的眼神很真诚，也很小心翼翼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，我竟然还看到了几分心疼的情绪。不是我的问题吗？可无论是裴彻还是裴彻的朋友都说我贱。我轻轻转头，嘲讽地弯了弯唇角，你就这么想和我谈恋爱？话题转变得太快，他明显有些愣了，反应过来后又红了耳根，支支吾吾地看着我。不只是谈恋爱，许七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其实我想和你结婚。结婚？我实在忍不住嗤笑了起来。结婚这种事，从这种毛头小子嘴里说出来，我从来都不会当真。你笑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是认真的。见我笑出声，他有些慌了。行啊，我点了点头。那你就带我回家，看你父母能不能同意我和你结婚。江旭言比我小3岁，男孩子总是成熟的晚一些，所以我从来没把他的话当回事，抱着让他快点死心的想法，我提出了这个要求。可当天晚上，他就带我回家了，和我想的一点儿也不一样。他的父母没有嫌弃我，反而对我处处热情。江旭言说要和我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生气了，可这气却不是对我，而是对江旭言。他们指责江旭言太过着急，太过孟浪，怕委屈了我。江妈妈说，结婚是大事，不能匆匆忙忙的。结婚之前的求婚、提亲、订婚这些流程一样都不能少。那是我第一次被认真对待。我说我结过婚，留过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眼底没有鄙夷和嫌弃，他们只是惊讶了许久，然后握住了我的手。和江旭言说过的话一模一样。这不怪你，被心疼这种东西，不管是在父母身上还是裴彻身上，我都从没感受过。在和裴彻离婚前，我一直是很缺爱的状态。我想，要是那个时候遇见的是江旭言，我肯定会栽得更加彻底。我还是没有答应江旭言的追求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直到1年后，我终于松了口，答应了他先相处着试试。那天江旭言特别高兴，撒着娇非要我发个朋友圈，让我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存在。他说他要一个名分，我是个不爱发朋友圈的人。那天我发了自己这1年中唯一的一个朋友圈，没有文案，只有我和他的自拍。江旭言一直都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，我听习惯了，也就承认了这个事实。直到我们确定关系的这晚，他问了我一个毫无厘头的问题。他抱着我说，许七，你对我真的没有印象吗？我懵了，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只仰着头抬头看他。大概是我眼里的迷茫太过刺眼，他生闷气般的敲了敲我的头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暗恋你，每天都会找各种机会向你示好，只是那个时候你的眼里只有裴彻。后来我转学了，最后一次打听到你的消息是听说你和裴彻在一起了。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幸福，那晚的见面我很意外。他抱着惊讶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我，心疼地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语气里带着自责。如果早知道裴彻对你不好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江旭言说完，我愣了很久才回过神来。可是我想了好久，
也想不起自己的青春里曾经有这么一个人。我很愧疚，只能用带着歉意的眼神看着江旭言。他有些遗憾，却又像是在意料之中一样，只轻轻叹了口气，又开始安慰起了我，不让我自责。我抓住了他的手，语气期待而又好奇：你能和我说说，你那个时候暗恋我的事吗？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江旭言认真地想了想，说：不知道，大概是第一次见你上台演讲的时候，又或许是总在食堂看见你，因为你只打饭不打菜，所以偷偷对你好奇了起来。总之，你在人群里很耀眼，我总是一眼就能看见你。他见我神情恍惚，顿了会儿，又对我说：高二下学期的时候，你的课桌里是不是每天都有一瓶牛奶和一个面包？那是我放的。去食堂打饭的时候，阿姨是不是总会给你打很多菜，告诉你说这些都不要钱，卖不完也浪费了？其实是我提前给过钱了。他每说一句，我的眼睛就更红一点。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，我一直试图引起你的注意，很多次擦肩而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你，都是为了找存在感。许七，现在告诉你这些，不是为了让你对我愧疚或是亏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，你一直都有被爱着，你没有不值得。你曾经也是我得不到的白月光，那晚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爱。从小因为被抛弃不被爱而产生的阴暗心理，也好像在被一点点暖化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爱，而这些爱都来自同一个人。江旭言的父母很重视我，在我们确定关系的第二天，就让江旭言带我回家，认识了家里的所有亲戚。那天晚上，我装着一堆厚厚的红包回家了。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收到红包。上班的时候，我总是习惯吃食堂，吃外卖，随便应付应付也就过去了。但江妈妈觉得不健康，总是会自己做好饭菜，装在饭盒里，每天都让江旭言给我送。我和江妈妈一起出门逛街的时候，她逢人就会特别高兴地拉着我的手，跟人炫耀说，这是我的儿媳妇。和裴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上不得台面的，是会让别人感到丢脸的存在。和江旭言在一起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也是值得被炫耀的。裴彻从来不会认真听我讲话，可江旭言会把我说的每一句话放在心上。和裴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需要小心翼翼放低姿态的去讨好他，可和江旭言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只需要做好我自己就行了，他会想尽办法哄我开心的。我想，我好像彻底从过去走出来了，我快要被治愈了。可是裴彻再次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。在他和温寻离婚的第二天，他喝醉了酒，把我堵在了电梯口。借着酒劲，他说他才发现，他其实早就不爱温寻了。他对温寻只是年少遗憾的一种执念。他说他爱的人其实是我，只是现在才意识到，已经晚了。许七，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你爱的人不是我吗？为什么要和别人在一起？为什么呀？许七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知道他喝醉了，也知道他或许是在胡言乱语，只是不管这话是在胡言乱语，还是酒后吐真言，都够我恶心好久了。他压着我乱亲乱啃，好在最后江旭言及时赶到，把他打了个狗血淋头。以前裴彻皱一下眉头，我都心疼得要死，而现在他满身是伤躺在地上，我却只关心江旭言的手疼不疼。江旭言，你没事吧？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我好担心江旭言，哪怕他的手指破了一点点皮，我也心疼的眼泪直流。江旭言太宠我了，以至于和他在一起短短的时间，
我的性格都变成了一个喜欢哭哭啼啼的小女生。见我哭了，她马上将我抱进怀里，慌乱地道着歉：“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别哭，你看，就是破了点皮而已，没什么大碍的。”她吻了吻我的额头，把头埋进我的脖颈撒娇，俨然一副小奶狗的模样，和打裴彻时那副狠厉的样子完全不同。我任由她将我抱起来，路过裴彻的时候，余光看见裴彻狼狈地躺在地上，一脸痛苦地看着我，那眼里有不可置信，有不甘，有痛苦，还有后悔和痛恨，只是和我都没有关系。我搂着江旭炎的脖子，窝在他怀中，只觉得好安心。那天之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没有再见到裴彻，直到我和江旭炎结婚的前1个星期，他再次找到了我。他穿着高中时期的校服，跪在我家门口，说他错了，求我原谅他，求我回到他身边。当我讽刺地说他下贱的时候，他的脸色霎时间白得难看。我知道他是想起了以前对我的种种羞辱。在我试图说些更难听的话时，他拿出了一个粉色的笔记本。我认出那个笔记本了，那是我的笔记本。高中3年因为暗恋他而写满了日记的本子，但我不知道这个笔记本为什么会在他那儿，大概是和他离婚的时候忘了带走吧。他像疯了一样，一页一页地翻开那个本子，眼眶红得好像要滴血。他指着上面俊秀的字：“许七，你从高中就开始暗恋我，到现在整整10年的爱，你真的放下了吗？你就是为了气我是不是？和江旭炎在一起，其实就是生我的气了，对不对？”见我默然，他的语气又沉了几分：“许七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后悔了。我们现在还来得及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。你不是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我吗？你看，我今天特意穿了高中的校服，等你回来了，我再陪你回高中逛逛，好不好？以前欠你的，我以后都10倍100倍的补偿给你，好不好？”他明明穿着和以前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可我看着却在他身上找不出半分以前的样子了。我嘲讽地勾唇想说些什么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些动静，回头一看，是江旭炎在我身后。他看着裴彻身上的校服和他手上的日记本，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。我猜到江旭炎是吃醋了，还没等转身去安抚他，裴彻就将手中的日记本高高举起，红着眼得意地向他炫耀了起来：“看见了吗？江旭炎，许七爱的人是我，他和你在一起只是和我赌气，他不爱你，他爱的人是我。”尽管裴彻的样子十分滑稽，可江旭炎还是被气红了眼。我没说什么，只抢过裴彻手中的日记本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页一页地撕了个粉碎。裴彻疯了一般要阻止我，最后被闻声而来的保安拖了出去。听说那天他们把裴彻送去了精神病院，而我抱着吃醋的江旭炎哄了好久。后来他不安地抱着我哭了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爱不爱他。我说爱。和裴彻结婚的时候，因为没有父母，所以在大家异样的目光下，我一个人走了好远才站到裴彻面前，可他还是丢下我走了。那天其实我用了很大的勇气，可是和江旭炎结婚的时候，他早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他找来了我高中时期的恩师，让他牵着我走完了这长长的路。原来爱都在细节里，原来爱与不爱差别那样大。对了，我离开的第2年，听说裴彻得了绝症，一个人死在了医院。他死的前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长长的邮件，那是裴彻发来的，足足有1万字，说是对我的道歉信，其实更像他回光返照时对自己前半生的回想。信里写着我和他的相遇，
他爱上我的过程，以及那个打掉的孩子。10000个字里有一半都是他后悔的言语。我大概扫了一眼，只觉得十分没意思，当作笑话般给江旭言看了一眼。他脸色很不好看，说裴彻都是自作自受，不配得到我的原谅，然后就将那封邮件删了个干净。裴彻死后1个月，他的律师找到我，说裴彻的一半财产都留给了我，另外一半是留给他父母的。他有钱，留下的财产数额无疑是巨大的，可我1分也不想要，和江旭言一起将那些财产全捐了出去。后来我和江旭言过得很幸福，我终于有了一个家，一个很幸福的家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